你是否在每年年初都会立下今年一定要实现的目标？无论是增肌减脂、提高工作业绩、实现财富自由，年初的誓言总是充满动力和决心。可是到了年底，你发现自己依然没能实现那些目标，甚至连进展都没有多少。为什么明明有目标，付出的努力却总是难以达成？这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你陷入了年度化思维的陷阱。我们大多数人都习惯性的将目标分配到年度计划中，认为一年的时间绰绰有余，但在无形中，这种宽松的时间框架反而削弱了我们的紧迫感和执行力。结果目标被拖延、推迟，行动不断被搁置。传统的年度计划看似合理，但其实它隐藏了巨大的陷阱。因为你认为自己整整有一年的时间来实现目标，你开始不紧不慢，进而忽视了每一天的重要性。于是很多计划被搁置，而目标最终并没有达成。时间的延展性让你低估了执行的必要性，甚至产生了明天再做的心理。年终确实是大多数行业最为活跃的时期，人们集中精力，在几乎没有时间浪费且明确目标的情况下，员工专注于关键的项目。回想一下自己的学生时期，是不是大多数的学生都是快到 deadline 的时候才开始通宵达旦地完成作业？同样，在保险金融行业也是如此。12月通常是全年效益最高的月份，4季度销售额可占到全年的30%到40%。那么为什么人们在11、12月的行为会与7、8月份不同？这是因为有一个截止日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个截止日期是12月31日。年终标志着一条分界线，一个衡量我们成功或失败的节点。正是这个截止日期创造了紧迫感，人们高估了自己在1年内做成的事情，却低估了自己在12周内的潜力。这正是《The 12-Week Year》一书的核心思想。作者 Brian Moran 提出，传统的年度计划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导致过度的拖延和执行的松懈。12月31日是个人设定的日期，标志着一年的结束，但这只是我们赋予了它意义。这个日期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The 12-Week Year 提出了一个创新的思想框架，将你每一项计划的周期定成12周。12周足够长，能完成关键任务，也足够短，迫使你专注并迅速行动。12周计划比传统年度计划更具可预测性和执行力。它为你提供了更紧凑的时间框架，能够让你在每一个周期内都保持高度集中和专注。它不同于年度计划的宽松，它要求你集中精力在最重要的几项任务上，不再分散注意力。每12周你都可以评估自己的进度，并为下一个周期设定新的目标。这种方法消除了拖延，强化了执行力和目标感。OK， 当我们以12周来做计划后，该怎么去执行呢？为什么有些人能持续执行，而一些人却半途而废？答案是愿景驱动的情感投入。首先，实现目标的首要任务是明确你的 vision 愿景。愿景不仅仅是一个宏伟目标，它是你前进的动力源泉。在12周的周期中，明确你到底想要什么，你的目标是否与愿景一致。如果不一致，你的执行就没有动力，最后只能成为空谈。愿景不应仅仅局限于我要赚更多钱或我要减肥，它应该是与你内心深处的渴望和目标相关联的，是你的人生方向和动力的指引。你应该把你的 vision 定义在你的精神、家庭、关系、收入、健康、生活方式等所有方面的理想生活。研究人员发现，大脑的杏仁体在面对不确定性与风险时会做出负面的反应，这种反应对于避免危险、保持生存非常有帮助。不幸的是，当我们设想未来与现在大不相同时，我们会感受到不确定性，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创造并维持我们设想的未来。这时，杏仁体就会出来阻止我们执行。但好消息是，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是具备神经可塑性的。大脑还有一部分叫做前额叶皮层，它能够平衡杏仁体的作用。当你思考你内心的愿景时，你大脑中激活的神经元与你实现愿景时激活的神经元是相同的。这意味着你只要思考它，就可以训练你的大脑去实现你的愿景，去提供你执行的动力。执行并非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可操作的行动步骤。你需要将12周目标拆分为每周、每日的任务，不断细化，形成强烈的行动节奏。
计划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能落实到实处，关键是你每天的行动是否都在为目标服务，每周的任务能否落实到行动中，如果不能，那就需要立刻调整策略。例如，如果你的愿景是想成为一个身体健康的人，那么你的12周目标可能包括每天如何去饮食，如何保持足够的睡眠，每周无氧训练加有氧训练等等。那如何高效执行并保持动力？书中表示，你可以用计分量化目标，你需要用具体的数字来衡量自己在每周的进展。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计分会损害自尊心和信心，但研究表明恰恰相反，计分可以建立自尊和信心，因为它记录着进步和成就。例如，如果你的目标是增加销售额，那么每周的销售额是多少？如果是健康目标，那么每周减少多少体重，或每周锻炼多少小时？通过量化，你能更清晰地看到进展，并及时调整策略。同时，明确地安排你的时间，是你设定一天的目标，而不是让一天来引导你。在时间的使用上，每天安排2到3小时不间断的时间，集中在规划的任务上，完成今天的任务就足够了。其他时间你可以处理日常工作和低价值活动，甚至是娱乐。要知道，陷入长时间的工作和更努力的陷阱会消耗你的精力和热情，取得更大的成果往往不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所以，创建你每周的图像，将重要的任务安排在最佳的时间。对于我来说，早起的时间是我的最佳时间，效率最高也最清醒。我会把我的重要任务安排在这段时间去做。你还可以拥有一个外部支持系统来帮助你更加专注和更有动力去执行目标。你可以找到一位合作伙伴，定期跟进你的进展，并共同承担责任。也可以在社交媒体、社群分享自己的进度，这种责任感能激励你克服拖延，并保持高效的执行力。分享我在一口新饭社群收获的一句话：人生没有2连败，因为只要你愿意尝试，就已经先取得1胜了。最差的结果也只是1胜1败。只要我有2连胜的机会，我就会勇于尝试，不会畏惧任何挑战。成功并非是在结果达成时实现，而是在此之前，当个人选择去做的那一刻。我很推荐你阅读这本《The 12-Week Year》来开启你新的一年。我会在视频的简介处分享提供这本书的中英文电子版，供大家免费下载观看。好，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和你一起进步的 Dustin，我们下期再见，拜拜。